大家好，这年头毕竟还是狄更斯的老话，也就是说，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如此巨大的反差或者说落差之间，您说到底是什么呢？希望我个人感觉是时间。王一博用了2个月去证实了这个反差，而王一博加上赵丽颖这对王炸的姐弟，则是用了不到1个月的时间，甚至半个月的时间，就联手证实了这么一个反差。有时候我也不得不佩服老话的精彩的内涵了，也就是那句男女搭配，干活不累。你说对不？如果您一路都在关注能量达人赵丽颖和王一博的话，您或许更加的期待他们能够开开心心的把握机会，奇妙的再续佳话，成功的野蛮得奖。那么热爱阳光和正能量的您，千万别忘了继续的点赞、鼓励、支持和示爱，并留下您满满的祝福和心愿。因为爱和陪伴永远都不是一句话，而是一份坚持和一个行动。2017年，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央军委后勤部、江苏省委宣传部、高检反贪总局等高规格的权力机构联手打造的52集电视连续剧《人民的名义》横空而出了，而且跟着就震撼了整个的娱乐圈。这部伪光正的强力机关所重点打造和力推的光明证据之中的反腐证据，开播1个月，网络平台的播放次数就已经突破了210亿了，创造出了近10年来的国内电视连续剧史上最高的记录了。然而呢，在这个辉煌的背后，离奇的故事，或许您听了之后便会大吃一惊的。甚至您或许还会豁然开朗，通透理解为什么这对王炸姐弟在貌似光明的黑暗当中行走着那么多的坎坷与艰辛，扛起了那么多的沉重和不易，而且黑粉水军还是那么样的执着，甚至一天都不肯放过他们。这部破天荒的大热证据《人民的名义》的总监制和总发行人李学正日前突然间对《法制日报》透露说，他参与投资的一部电视连续剧今年4月份在卫视播出之后，该剧一共卖了1个多亿，结果呢却额外的花费了9000万元去买收视率。结果呢这么样一个一来一回，李学正就哀叹说，挣的钱全部都花在这上面了。请注意一下的是，李学正所说的买收视率并不是宣传推广，因为李学正还不小心的透露说，当年在《人民的名义》开播前，他和他的团队成员们也曾经反复纠结过是不是要买收视率呢，也就是说要拿出3000万元用于宣传推广。换句话说，这3000万元的宣传推广的费用实际上就是所谓的崔健的费用，说白了就是用来买收视率用的。说到这儿，您可以静下心想想看了。这部反腐倡廉的伪光正的大片子，到头来居然也要大玩金钱游戏，需要金钱去开路，去打通市场的关节，去买收视率，去买假流量。这是不是听起来很魔幻，让人相当的挠头和烧脑无语呢？要知道，在2020年的4月13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就已经明文规定说，任何机构和个人都不得制造虚假收视收听率以及点击率。这是先知先觉呢，还是后知后觉呢？这是亡羊补牢呢，还是自说自话呢？大家伙儿注定是不得而知的了。话说，由第三方社会机构调查得出来的收视率，本来就属于一个客观的评价，
电视台可以用来衡量电视节目的效果，并且对自己的内容和资源可以进行有效的调整。所以呢，有些的节目可能会因为收视率太低而停播，反之则会加码主推。为此，这个要命的参考成就了业界那一个万恶收视率的说法了，因为它太过影响电视人的工作了。那么一部电视连续剧为什么要买收视率呢？因为电视剧的投资方有了漂亮的数字之后，就可以卖给更多的播放机构了，包括一些网络平台了。而电视台也可以把这个好的数据用来进行二次的包装、开发和利用。收视率高的电视连续剧开播之前，或者说中间的插播广告，收费理所当然会更加的高，这就是所谓的注意力经济了。一个轮回下来，收视率就不仅仅是指挥棒了，更是大赚特赚的工具了。按照常理说，进行收视率调查的公司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是金钱至上的纯盈利机构，结果现在却牢牢地掌握着各大电视台的命脉了。这也并不是说电视台花了几百万或者几千万之后，调查机构就能够随口给出一个漂亮的数字的。整个的流程当中，就意味着吕学正的9000万元率先是落入到了某机构的囊中，跟着呢，它极有可能被很多人一同瓜分掉了。跟着呢，就是继续涉及到了一个收视率调查的全方位，而且是很庞大的造假的程序当中去了。要说一部电视连续剧赚了1亿多，已经算是很不错、很成功的了。然而呢，却花了9000万去进行数据的造假，这注定是一项严重的指控了。因此，李学正所反映的这个问题已经不仅仅是行业的声音那么的简单了，而是一种变相的需要法律正式出面的报案了。因为按照广电总局在2020年4月份所发出的规定，专门提到了收视率、收听率以及点击率这些的字眼，涉及到了音频和视频节目等等方方面面，也包括一些网络平台的文字的栏目。结果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种数据作假根本就不在乎这些规定，依旧是我行我素，而且已经相当的普遍了。如果说收视率涉及到了复杂的调查和统计的程序，那么背后的造假因为有难度，所以更加花钱的话，那么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更加的畸形了。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因为社交媒体当中的点击率的作假就太过的容易了，而且还无从稽考了，所以就更加容易的明目张胆的造假了。如果您在中国大陆收到了一些垃圾短信，例如说网络兼职每天300块钱，您还别不信，有时候它真的不是骗局，事实上这是造假产业链的重要的一环。因此确实有无数的工具人正在从事着这项特别容易上手而且无需大脑的兼职的工作，其中就包括谣言大本营的网站上，或者说影评网站上那些简单重复的好评、关注、点赞等等的纯粹流水线一般的流水的操作了。这就是黑粉的生命线了，这也是一个高度成熟的造假的系统了，甚至更是一个蓬勃发展中的朝阳的产业了。从技术上看，网络平台上绝对有能力去监控到真实的数据的。如果说电视收视率的统计的手法比较传统的话，也不是很精确的话，那么网剧的真实的点击量、点击率，平台上压根儿就不需要任何的调查，都是一目了然、心知肚明的。如果说一些唯金钱论的商业公司本身就出于利益的驱动去购买了数据，去赚取广告费的话，怎么说还是可以说道的。然而呢，
弘扬主流价值观的各大电视台，居然要参与到购买虚假收视率数据的各种龌龊当中。而且党员们挂帅的新闻媒体，通过虚假的数字包装美化自己平台上的各种的流量，就是把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带入到了黑洞和深坑当中的操作了。因为这本身就是一种利用伪光正光环直接参与制假造假的一种特别危险和后果严重的黑心的操作了。因为电视台和党媒官媒本身就应该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最后的一道防线了，应该承担起监督社会的庄严的职责。结果呢，不管伪光正高大上是否了，唯利是图的大家伙儿都彻底拜倒在了金钱的脚底下了，一窝蜂的落入到了先是自下而上的，跟着自上而下的举国的造假的漩涡当中去了。这种收视率造假、流量作假，并且能够迅速膨胀成为伟大不掉的庞大无边的产业链，甚至连证据之中的证据，那不连党政机关、军警、公检法都有份参演扶持的人民的名义，到头来也无法幸免。这就意味着我们所看到的所有的文化的繁荣，极有可能就是一种虚假的繁荣，表面上的繁荣而已，属于严重的文化领域的通货膨胀。和这些黑色产业链上的造假者相比，那些在娱乐圈整改风暴下被批判、被打击，甚至被射死的流量巨星们、流量明星们，真的都算是老实说话、诚恳做人的表表者了，也绝对称得上是坦荡务实的社会主义劳动者了。人民的名义的吕学正借着人民的名义，终于戳破了这个娱乐圈收视率的庞大的数据气球。即便这种以人民的名义去造假的产业链、产业圈，最后还是可以平安无事、平安落地，但至少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吃瓜的群众们，却能更加通透的选择站在清流艺人的一边，用爱、用真诚、用正能量去为这些浑身都是冷箭黑箭的人，为他们鼓劲儿加油，选择一起去点亮这个漫漫的夜空。自古深情留不住，唯有疯魔得人心。越是良善的人，越是容易被人抹黑、诋毁、攻讦，而且还是不被追究的那一种。因此，您的爱和深情无需收藏在自己的心里面，一定要拿出来，因为所有正能量满满的爱和深情和陪伴，都是无穷的力量、勇气和支持。如果您对新闻我独家剖析的这些话深以为然的话，不妨简简单单的而且大力的在评论区当中打入4个字的短评，也就是深情同在这4个分量十足、昭告日月、天地可见的大字。因为新闻我只想说，唯愿疯魔留不住，但求深情得人心。说完这些收视率造假的真实的情况，您留意到没有？新闻我刚刚还特别提到了一点，那就是网剧的真实的点击量、点击率，在自己的平台上压根儿就不需要任何的调查，因为数据就明明晃的摆在那儿了，已经是一目了然了。所以说，这个热闹的12月份，靠着云飞夫妇显得格外傲娇的这个爱奇艺平台，最近就特别喜欢隔三差五的拿出各种数据的清单，花式花样的炫耀自己的眼光和巨大的成功。大家伙现在都知道了，现在改编自马伯庸小说《洛阳》的古装悬疑剧《风起洛阳》火热播送当中，剧方这回傲娇选择了黄轩、王一博、宋茜这3位担纲主演，算是充分而且精准的对口了观众们、粉丝们对于演技、市场、流量的诸多的需求。
因此有记者为此专访了《风起洛阳》的总制片人徐康。徐康则傲娇地表示说，该剧挑选演员纯粹是看是否合适，跟流量无关。《风起洛阳》的剧组都是在剧本出来之后再去认真的思考适合各个角色的候选的演员的，也就是说当初选角的初衷和流量完全的无关。而且徐康还特别的补充说，在选择百里弘毅这个角色的时候，当时的策划团队都一致的觉得王一博特别适合。这个说法还真的不是剧集大热之后的一种口炮，或者说马后炮，因为徐康特别的补充了一点，把王一博带流量进组的这个谣言算是彻底的碎成了一地的渣渣了。那么他到底说了什么呢？他说，制作团队第一次接触杜华，也就是王一博所在的乐华娱乐的创始人的时候，是在《陈情令》播出之前的2-3个月，而不是在王一博爆火之后。这其实也正完美解释出了一点，那就是为什么黄轩才是风起洛阳的雷佳音一般的男一番，而王一博则是形同易烊千玺的存在呢？众所周知，《陈情令》是在2019年的6月27号开播的，而《风起洛阳》则是在2019年的4月份左右才开始找到王一博的。当时黄轩已经演过《芳华》和《妖猫传》了，妥妥的算是一枚电影咖了。而电影咖去演电视连续剧，一般都是正装的男一番、女一番。例如电影咖周冬雨就是我最近经常提及的一个电视剧一番的样板了。王一博在2019年4月份左右，除了《天天向上》之外，还没有其他的作品，所以呢，作为当年的爱豆，王一博的流量暂时不如宋茜的流量高，所以当时宋茜的番位也比王一博有优势。当然了，《风起洛阳》在王一博爆红之后才开始拍摄的，所以剧本注定有所调整，会给王一博加入不少的戏份，所以最终黄轩还是实际上的一番，而王一博和宋茜则是并列的二番。其实这么样的一个阵容真的是很讨巧，因为黄轩就像雷佳音一样保证品质，而王一博则像易烊千玺一样保证流量。这种双保险的高端的配置，果然让风起洛阳一上场就大火不已，烧到了现在。而且该剧播出之后，热度一直都是走高的曲线，而且一度还达到了9257的高度。这便让风起洛阳一跃成为了爱奇艺有史以来热度最高的电视连续剧了。总制片人徐康到今天为止真的算是三喜临门了，也就是说，喜变伯乐，喜获宝藏，喜获丰收，以及引得杯落了。而且爱奇艺的双喜临门同样是傲娇霸气，喜不自禁。由孙浩执导，赵丽颖、肖央、董子健一道领衔主演的悬疑刑侦罪案网剧《谁是凶手》在2021年12月5号在爱奇艺迷雾剧场播出之后，同样的热爆了网络，数据也是很惊人。该剧主要讲述了一起发生在海州市的连环凶杀案，在真相尘封了17年之后，与这宗悬案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们，在各自不可告人的秘密当中，最终聚到了一块，一起揭开了这个迷雾真相的迷离的故事。该剧播出后的数据热度跟风起洛阳一样，起点都是超高，一度冲上了8500的关口，一跃成为了迷雾剧场有史以来热度最高的电视连续剧。要说迷雾剧场曾经有过隐秘的角落这样一个热度破圈的电视连续剧，也有过流量明星鹿晗以及范丞丞分别主演的电视连续剧《在劫难逃》和《致命的愿望》。
结果呢，这些口碑、流量再加上实力的聚集，最高的热度都比不上谁是凶手的数据，跟风起洛阳一样，剧组先前的预期都各自达到了目标了，也就是赵丽颖负责流量，肖央和董子健负责品质。而且更加厉害的是，开播之后大家伙才一致明白，赵丽颖这回主要还是带着品质进组的，而流量反而成了次要的了。就是因为王炸姐弟所领衔主演的《风起洛阳》和《谁是凶手》这两部年底大剧的热度分别创下了历史的新高，打蛇随棍上的这个爱奇艺也是趁热打铁，马上就对 VIP 的价格进行了上调了。其中联包月卡从19元上升到了22元，普通月卡从25元上升到了30元，联包季卡从58元上升到了63元，普通季卡从68元上升到了78元。在新闻我看来，这种加幅虽然说是不大，但是时间点上的选择实在是司马昭之心了。话说，截至2021年的第3季度末，爱奇艺的订阅会员规模是 1.036 亿，相比去年同期的 1.048 亿有所减少。相比第2季度的话，爱奇艺则失去了260万的用户了。预计这个12月底，爱奇艺更会继续流失掉350万的用户。这回爱奇艺不但逆势而为，死不降价，反而充分利用了云匪的超燃的热度，顺势上调了自己的价格。这种市场的操作我要给满分。如果爱奇艺继续拍摄一出有匪2的话，我会再给另外一个满分的。您说对不？如果您深有同感的话，欢迎您大力的在评论区当中打入双满分这3个字，因为任何人、任何商家都会趋利避害的，没有人傻到反向而为之的。爱奇艺明知云匪2人都是流量担当、热度滚烫的摇钱树，搞一个给做又给力的剧本，帮助爱奇艺的观评热度、订阅人数在未来继续的创下下一个的新高，何乐而不为呢？您说对不？最后，您无论是喜爱赵丽颖，还是喜欢王一博，或者衷心的祝愿云匪夫妇王炸 CP 依然能够命格成句，野蛮拿奖，都特别的欢迎您大声的点个赞、鼓个励、加个油或者喝个彩。因为您的所有的爱心、鼓励和支持，既是给出去的无形的能量，同时也是接过来的无形的能量。这些无形的能量可以汇集成为流动的长河，成为了浇灌天地人间的最大的能量场。这种能量场川流不息，从地上到天上，从天上到人间，可以点亮了全部的黑夜，可以带来了所有的希望，更让施比受更加的有福了。赵丽颖、王一博都是活水流动的能量的输出体，您同样也是。您的爱和祝福更是汇集成为江河的每日的小溪流，所以爱就请全心的爱到底，说就请大声的说出来。同样的，我也热烈的欢迎您继续的点赞、鼓励、订阅、转发和支持本频道，因为这里面有爱、有光、也有盐。多谢您的一路的陪伴和宝贵的时间。